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这部 Testarossa 的第二颗分油盘啊，我们看到它一样是六缸，就跟我们宾士的六缸的分油盘的外观长得是一样的这当然都是 Bosch 的专利，所以说它都是由 Bosch 来提供，所以他们在外形上面的设计几乎都是一样的。OK， 我们来看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07974。好，大哥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正常，哪里不正常？我们看它的六缸，六缸这一缸它一直在出油，这一缸它一直在出油，那其他都没有我看这一缸也有一点点出油，这一缸呢是一直在出油，我看那其他都没有。这正常是不应该出油，在引擎还没有加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往下压，它不应该出油，往下压它应该要出油了。OK， 好，但是刚刚另外那一颗60350编号的那一颗呢，是根本我们加油它根本都不出油这颗呢是有出油，但是出油量太少，而且它的这两缸一直在冒油，我们看到没这两缸一直在冒油，这是不正常的。大哥很少看到说有故障这么严重的分油盘。这个原因呢，其实是因为它这分油盘放太久了，也就是说它太久没有使用，然后有使用过之后，然后又没有正确的保存，造成它里面应该是膜片都破裂了我在脆化破裂，才造成它漏油了。尤其这两缸所以大哥还没有拆之前我的经验判断，第一个出油量不足，那是因为它堵塞太严重了。第二个，它这两缸出油一直在漏油这缸漏的比较多，这缸漏的比较少，那代表膜片是破裂了。那为什么这两缸这两颗分油盘都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是闲置太久然后呢膜片干裂。那无论如何，等大哥把它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大概就知道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部 Testarossa 的旧的油压调整器这个就是油压调整器。油压调整器主要是在提供稳定应该讲说控制那整个分油盘的系统的压力大概应该在5.6到6公斤之间。这颗旧的它旧的附过来这个旧的油压调整器已经故障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故障情况是怎么样。大哥打开电源，等于说引擎发动，再一次，我们看到它有油喷出来，而且它现在嘴巴这个地方开始在冒油，代表这颗油压调整器已经漏油了，因为它整个结构里面是个活塞。那活塞呢，后面顶着一个弹簧，然后油从这里冲过弹簧，然后流回油箱。那它这个金属活塞已经漏油了，所以造成它引擎一发动的瞬间呢，它因为高压，这压力有6公斤，等于4个轮胎压力。我们再试一次看看。看到了所以说这个油压调整器必须更换了。它2个油压调整器都是这样的状况它车主有提供2个新的其实看起来也不是新的，应该是整新品我们再来测试大概已经换上那车主新购的2颗油压调整器这是其中1颗大哥已经把它换上去了。我们来看看
它这两颗有压调整器的状况如何？好，引擎发动，开电。它并没有出油。再一次，好，开引擎发动 ，OK， 好，代表它这一颗的油压调整器是健康的，也是好的。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油压调整器漏油那个旧的漏油是代表2颗都坏掉了一定要更换。所以这个车主他是有先见之明。这颗编号07974的法拉利的 Testarossa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从这边算1、2、3、4缸3、4缸它引擎还没有一开电，也就是说引擎一发动它就开始漏油了。那后来我们证实，大哥所讲的，它是分油盘的膜片破损了，造成第3缸、第4缸漏油。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正常的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好，大哥打开电源 ，OK， 好。6缸都不应该出油，也就是说，我们侧流板还没有加油的时候，还没有往下压，它不应该出油的。我们看到第3，第3、第4，现在都没有出油，每一缸都没出油。好，我们加油看看。好，这个才是正确的。一加油之后呢，它才能够开始出油。好，我们再来看看。确定一下第3、第4是没有出油的，每一缸都没有出油，这才是正确的。那结果就是膜片破损。好，我们再试试看。好，加油。OK， 这样才是正确的工作。它的动作是正常的。接着呢，大哥要把油管接上去，我们来测一下它的出油量。这颗编号07974的法拉利的 Testarossa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把这管子接上去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大哥调教出来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170 ml 左右。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这颗分油盘之前，我们看到它的4、5缸是漏油，那其他缸数，其他的4缸出油量不够，大哥换了膜片以后，必须要重新调教。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调教好以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大概在170 ml 左右。好 ，OK 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75，第2缸175，第3缸172，第4缸170，第5缸170，第6缸170。厂方要求的
误差是15%，我们标准的出入量应该在170左右，它的误差我们看下来应该在3%以内哦，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一颗编号07974，从法拉利的 V12 Testarossa 的6缸分圆盘2个6缸分圆盘的其中一颗来我们做大哥完修以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了解这个分圆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6缸分圆盘，从 V12 的法拉利 Testarossa 上面拆下来，经过大哥整修，做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分圆盘的编号是07974。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88，第2缸188，第3缸189，第4缸188，第5缸185，第6缸18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几乎已经接近零误差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这部法拉利的 Testarossa 它的如果引擎缸压正常的话，那加上我们这么漂亮的怠速混合比的流量测试的数据这么平均的话，它怠速应该是相当稳定的。那我们会觉得很神奇为什么那个 V12 的也能够用机械式的喷射？其实，法拉利、劳斯莱斯保时捷，他们在1990到1990到1980之间是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车辆，它所用的喷射系统都是最成熟的 Bosch 的 KJ 系统机械喷射系统，因为它可调可修。到后来到93年以后呢，就绝大部分的车都改成电子喷射，那是第1代。那电子喷射的优点就是说它的耗量会稍微低一点，但是缺点，如果同样排气量、同样一颗引擎的话，它的低速扭力，也就是我们起步的时候那个给你的感觉，还是机械式喷射的，是感觉上力道是比较饱满。那这位车主呢，他很用心，他其实有2部 Testarossa， 一部是电子喷射。为什么会是电子喷射？因为他前车主呢，他已经把它改成电子喷射了。因为机械喷射这个东西呢，目前会处理的都已经断层了，所以说都把它改成电子喷射。那他又找了一部 Testarossa， 他要把这个原始的机械喷射要把它重建，所以他把分油盘交给大哥来处理。那他很用心，把引擎整个重新整理，那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他希望说，它的机械喷射能够恢复它原有的容貌。那其实，我们可以预判可以了解，它如果2部车同时在做比较的话，那机械喷射起步是马力是一定比较大的，扭力就感觉上
哦，它比较有力。那其实极速应该会差不多啊，因为它的马力4000cc，马力大概在380多。那极速应该会差不多，但是机械喷射它先天上的优点就是起步感觉上它就是比较有力，加速比较快。也就是说0到100的话可能会稍微赢，但极速的话应该差不多。那因为这部车子不在大哥手上啊，他把车主把分油盘供油系统交给大哥来处理。那当然，他这部车子到时候呢，回装以后一定要到台北来找大哥做微调，那将它能够达到它应有的水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幸这部车回来的话，那大哥再做一个引擎的实际上的测试，再跟大家报告。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